大家好，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。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体验啊，每天晚上凌晨定时醒来，比如说一到凌晨1点钟就醒，或者是一到凌晨3点多就醒。有时候呢翻个身又睡着了，但是有时候翻来覆去折腾好久，天快亮了才能睡着，这样反反复复，非常让人困扰。那么为什么每天半夜总会醒来呢？中医认为人体脏腑与12个时辰相对应，在相对应的时辰里呢，本脏腑的气血最旺盛，功能最强。如果这个脏腑有异常，就会出现莫名的清醒，而且难以再次入睡的情形。所以我们需要把相应的经络疏通一下，那睡眠就自然会好了。那么怎么疏通？大家跟我来一起学习一下。凌晨的1点到3点钟醒来是肝经不通，这类人群平常脾气大，容易发怒，非常的烦躁。那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入睡很困难，而且呢多梦，半夜1点到3点钟醒来之后很难再次入睡。我们要疏通肝经上的2个淤堵的地方，一个是阴包穴，一个是太冲穴。来找一下位置，阴包在我们大腿的内侧，我们知道肝经呢是大腿内侧的正中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找到你的膝盖骨上缘，往上量大约1掌的位置啊，5横指就是4寸。那么在大腿内侧的正中线上，这个地方就是阴包的位置了。其实它是在2条肌肉中间的这个缝隙处，大家可能不太好找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沿着大腿内侧正中线啊，然后来按揉一下。就是大约在距离你的膝盖1掌的这个距离开始去探查，找一找，找到你觉得最痛的那个点，就是阴包穴的所在了。它有可能因人而异，位置有一些偏差，但是咱们以自己感觉最痛的那个点为准，这就是你肝经上的淤堵点，不通的位置所在。好，找到之后，用拇指用力的去按揉，一定要用力。平常脾气不好的人，这个位置会出现非常强烈的痛感，一定要把它疏通开。左右2条腿方法是一样的，2条腿都要按揉，每次疏通时间不要过长，3分钟左右就足够了。这是第一个穴位。第二个不通的地方在太冲穴，太冲穴在我们的脚背上，太冲穴就比较好找了。首先找到大脚趾和第2脚趾的脚趾缝纹头处，然后往你的脚背上量2横指，在这个凹陷处，按压的时候有非常强烈的酸痛感或者是刺痛感，它这个酸痛感呀会辐射到你整个脚背，这个位置就找对了。这是太冲穴，是我们肝经上第2个容易堵的位置。有的人太冲穴这里是没有什么反应的，按揉起来呢不酸胀不痛，那么脚上也没有感觉。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先把刚刚讲的第1个阴包穴疏通开，然后很多人的太冲穴就出现这种酸胀的感觉了，因为这个时候呢，气血才能够通过第1个淤堵点走到你的太冲穴上。好，用力的按揉太冲穴，左右2只脚都要按揉去疏通。阴包和太冲疏通4到5天，痛感就逐渐减轻了，这时候您的睡眠状况也会好很多。凌晨3点到5点早醒，这个时候是肺经当令，也就是肺的功能最强的时候。因此呢，肺火太旺、肺气不足、肺热等等的人呢，醒来之后就很难再次入睡了。那么肺不好的人群，我们要多疏通咱们的肺经。肺经上有2个特别容易淤堵的地方，一个是孔最穴，一个是鱼际穴。先来找孔最穴的位置。找孔最穴的位置，我们需要先确定2个点啊。一个叫做尺泽，一个叫做太渊。我们握拳曲肘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在你的肘窝处会摸到这里有一条非常硬的大筋，在大筋的桡侧，就是大筋靠近你大拇指的这一边啊，大筋的桡侧这个位置就是尺泽了。之后我们来找太渊，太渊在你的手腕处，你的腕横纹这里有脉搏跳动的地方，这个位置叫做太渊。之后咱们把这2条线把它连起来，那么这条线其实就是我们肺经循行的大致路线。咱们再来找孔最的位置了，孔最在这条线的中间点，
然后我们再向上量一横指啊，偏上一点点，这个位置就是孔最的位置了。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确定方法，咱们就沿着你画的这条线去敲打，从上往下敲，一直敲到你的手腕处啊，来回的敲一敲。这时候你会发现在这条线上有一个特别痛的点，就是你敲起来啊，它比周围都要痛，而且这个痛呢是有一些放射性的刺痛感。这个位置就是孔最穴的位置了，而且也是你的肺经上最堵的地方。如果出现了痛点，一定要把它揉开。在这个位置呢，你可以把你的指关节曲起来，来敲打，连续敲打5到10分钟，或者是用你拇指去按揉，按揉5到10分钟，然后再换另一条手臂，同样的方法啊。找到痛点，疏通这个痛点。经过一段时间反复的按摩疏通之后，穴位的痛感会减轻，甚至是不痛了。那你同时就会发现自己夜间忽然醒来的这种症状有所减轻，这是第一个点。然后呢，我们来找第二个淤堵点，叫鱼际穴。鱼际穴在手掌上，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做大鱼际。大鱼际指的是我们拇指下方这一块凸起的这一块地方叫大鱼际。那么鱼际穴在哪儿呢？我们可以摸到啊，拇指下面这个掌骨关节，在这个掌骨关节的中间点上，这个位置就是鱼际穴的位置了。那么鱼际穴我们在按揉的时候，拇指要靠向你这个掌骨来发力。经常咳嗽，这个呼吸系统不太好，甚至是半夜经常醒来的人，按揉起来这个位置会非常的酸痛。好，2只手都要按揉。也有的人呢，刚开始按揉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当他把孔最穴疏通之后，这个气血下来了，这个鱼际穴就会出现痛感了。所以大家在疏通的时候啊，一定先疏通孔最，再来疏通鱼际。这2条经络的疏通方法，大家对照着自己早醒的时间，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使用。每天你可以疏通2次，早晚各1次，效果最好。疏通的时间也不用太长，每个点3分钟左右就足够了。除了经络不通，有时候我们的失眠也要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。比如说呢，睡前玩手机，手机的光线会刺激大脑和眼睛，导致神经兴奋，不利于再次进入睡眠。还有时呢，半夜醒来之后就开了明晃晃的灯，这时候就更难入睡了。一下开启亮灯会给神经和身体一个激活的信号。最好是在床头摆放一个灯光柔和又非常温馨的小夜灯，这样既能够看清，也不至于影响睡眠。另外呢，思绪烦扰会干扰睡眠，半夜醒来了想东想西，不但事情想不清楚，睡眠也耽搁了，反而越来越焦虑不安。古人总说不觅仙方觅睡方，好的睡眠其实是需要自己努力调节的，希望大家都能够睡个好觉。好了，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